这个伯爵一来，所有的男人都要藏起来，不然就会被糟蹋。圣日耳曼伯爵，一个让所有男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领主府内被放过的小处男米尔斯成了精灵族的打工人，漂流者们带着男精灵去解救矮人族，顺便制造机关枪去了。一听漂流族去找矮人族搞枪，还弄出了火药，圣日耳曼的心凉了半截，完蛋了，奥尔特帝国彻底完蛋了。于是气得大骂子在搞什么，他明显也是一名漂流者。青铜龙加入了黑王阵营，黑王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态度让他们很不满。他可是龙哎，高贵的龙，信不信我把你踩成破布？黑王一抬手，青铜龙的身上突然长出了无数的脓包，痛苦让青铜龙在地上翻滚求饶，最终屈服加入了黑王的军团。黑王的力量是生命的增值，但无限制的增值就会出现脓肿直到死亡，不管是细胞还是粮食，只要是活物就能无限增值，所以能轻松治愈疾病，生产粮食。数不尽的兵力和粮草使得黑王的军队战无不胜。土方不明白，既然有这本事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耕种？黑王表示自己并非永恒的神，他的军队是多个种族的共同体，必须要实行一体化，原始农业，共同文字，统一宗教，这样就会诞生文明，彻底取代人类。而至于倒霉的青铜龙，则是被当成了炼铜的原材料。贞德被救回黑王军，从伊万诺瓦嘴里得知吉尔德莱已死，嚷嚷着要去烧了风酒报仇。当然，这是现阶段不可能的事。贞德被救回来之前，头盖骨都差点被掀了。拉斯普京觉得漂流者的头目不会因为对手是女人就手下留情，但诺瓦知道对方确实是留情了，不过那也是按照自己的行事标准而已。之后被手下留情的对象变得怎样和他毫无关系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自我满足的集合体，就是如此才无法让人小觑。自武士出现的800年间，就一直在那狭小的岛国里不分昼夜的相互厮杀。因为真的被欺负，诺瓦有些生气，而负责废弃物的伊贼再次向这个世界投入了一名日本武士。矮人自从被解放之后，除了吃就没干过别的，而且还越吃越壮。兵工厂的粮食很快就被消耗完了，风酒也跟着一起吃。鱼一喝醉了，就大骂袁一金钱老板不是个东西。汉尼拔日常痴呆，心长心累，他现在无比怀念织田家听话的部下。不过矮人吃饱喝足之后就开始干正事了。火枪的构造在他们眼中变得无比简单，只是他们不明白这东西有什么用。射击的话用弓箭不是更省事儿，为什么要费力做这东西呢？远程射程外加威力大，并不是枪的真正优势。火枪的训练时间很短，昨天还是农民的人，第二天甚至能打倒武士。枪可以使杀人、杀意以及罪恶感简便化，毕竟只要轻轻扣动扳机，谁都能简单的成为士兵，那便是全民皆兵的道路。而矮人不愧是锻造天才，仅仅1天时间就已经造出了第一根枪管。信长惊呆了，忙问他们一共能做出多少。这个工坊负责生产奥尔特帝国1半以上的武器，这还是矮人挨饿偷懒的结果。如果火力全开，1天就能制造出10根，这产量远远超乎信长的想象，脸上顿时阴险了起来。至于风九，则带着矮人族的年轻人去了山里锻炼。矮人们不只是锻造厉害，一把斧头更是一击必杀。而就在这时，圣日耳曼伯爵找上了门，奥米尔顿时警惕起来。毕竟这位支配着奥尔特帝国1/3的土地的大贵族，有着漂流物或者废弃物的嫌疑。圣日耳曼直接坦坦荡荡承认了自己就是漂流物，而创立奥尔特帝国的国父也是货真价实的漂流者。2战的德国首领居然跑到异世界建国了，而且又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帝国。没错，创立奥尔特帝国的国父正是希特勒。希特勒创建了高效的官僚主义帝国，废除世袭分配财富，又故意制造出一定数量的差别阶级，以此来管理民众，完成中央集权，让这庞大帝国机器在战争中仍旧运行了50年之久。圣日耳曼派出的试探实力的2个手下被风九几人一顿胖揍，于是二话不说提出了要和他们合作。他打算把奥米尔的国土卖给风九，使其高效且彻底的崩溃。于是数辆装载着精灵和矮人的马车，以圣日耳曼伯爵的名义驶入了奥尔特帝国的首都。明明是一国的首都，街道却破旧不堪，商品稀少，物流已经完全停了。常年征战导致劳动力不足，街上甚至已经看不见年轻人。这种慢慢走向灭亡的国家，就应该一刀利落地割断他的喉管。圣日耳曼向封旧的人提出了直接进攻首都的武装计划，将整个奥尔特帝国卖给漂流者。而他本人也不简单，不仅知道在场所有漂流者的身份，而且还了解后世关于众人的印象加工，很可能是现代的穿越者。不过圣日耳曼太着急实施计划，给他们的准备时间有些不足。风九奇怪，信长居然相信看上去就不靠谱的人妖，信义忠诚什么的压根就不存在。圣日耳曼这么做不是为了什么仇恨或者情怀，只是单纯的利益驱使罢了。虽然他打扮的确实是个变态，而在风九军队混入首都之时，圣日耳曼召开了高层会议，宣布奥斯特帝国就此结束。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流浪者的东西，现在他们要收回来，由新的漂流者风九担任首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可是叛乱呐！于是高喊着卫兵逮捕圣日耳曼。然而这里的卫兵已经全被杀光了。圣日耳曼当然不会什么准备都不做就召开会议，已经有不少高层被他策反投出支持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插了进来，其中一位
位成员支持奥尔特帝国解体，但反对新的漂流者担任首领，新国应该全归黑王所有。而他身后一个黑影竟操纵了他的意识。圣日耳曼大惊，拉斯普京居然是废弃者。丰州等人推门而入，看到拉斯普京与圣日耳曼对峙的一幕有些懵。城内突然烧起熊熊大火，黑王居然也往奥尔特首都派了兵。圣日耳曼气得咬牙切齿，风九二话不说把刀杀光了冲进来的黑王军，之后完全不理会拉斯普京在说什么，径直走到被当作媒介的男人面前，哐哐一顿踹。信长在后面笑了，正要用侧身的口吻自满的夸耀之时，被完全无视后，当面把他的手下狠狠打一顿。无论是谁都会觉得没面子，风九不会去气愤，也不是不懂，而是不去理会。这一点是强大的武器，同时也是个致命的弱点，他很有可能会因此死去。圣日耳曼急忙阻止风九把人踹死，野蛮却完全无法理解的行为让拉斯普京留下了一滴冷汗。作为风九的侧室，这时就轮到信长上场了，他们可没打算不流一滴血就夺取这个国家。黑王派兵前来，反而给他们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最好借口，就让他们用战争做个了结吧。信长一顿嘲笑，把拉斯普京魂儿都气飞了。回归本体之后，无能狂怒的骂街，奥尔特已经被漂流者们入侵，即便他操纵了奥尔特的贵族，也让军队冲进了首都，却没想到漂流者下手这么快，而且这么直接。那群家伙的脑袋指定是有点问题。位于首都的土方岁三安慰他冷静，战争就是这样，会发生预料之外的事，之后的事就交给他吧。发现已经无法夺取奥尔特后，于是黑王下令将夺取改为破坏，尽可能破坏和制造混乱，即便漂流者赢了，也要让这个国家满身疮痍，反正到最后他们会杀光所有人。信长叫醒惨遭殴打的黑王傀儡，质问他黑王军到底有多少人，然而对方只是个啥也不知道的倒霉蛋。虽然在拉斯普京的面前夸下海口，但信长其实一点底都没有。他们精灵和矮人军队只有400人，在不知道对方军队数量的情况下，很难做出对策。即使圣日耳曼有500的私兵也没啥用。话说圣日耳曼一个掌握了帝国1/3的伯爵手里，居然才有500人，是不是太寒酸了点？见信长居然嘲讽自己，圣日耳曼他们的士兵可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猛男好吗？正说着，他的正规军就到了。信长下楼一看，确实都是强壮猛男，就是这气氛怎么看怎么诡异。没错，这是一支由一对男童组成的军队，那确实要经过精挑细选的哈。汉尼拔一看，这不是底比斯圣军队吗？用的还是伊巴密农达的楔形方阵。圣日耳曼惊呆了，这老头不是老年痴呆吗？仔细一问，差点绝过去，居然是基泰统帅汉尼拔，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啊。风九完全不在乎这个，一声令下，让士兵们都严阵以待，就说明他是好士兵。矮人连夜打造出了100支火枪，分发给经过模拟训练的士兵，接下来就要看实战效果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还搞出了一支重炮。火枪队交给信长，风九带领矮人，精灵又予以指挥。他们要做的就是把敌人吸引过来进行围剿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圣日耳曼觉得不必赶尽杀绝，黑王军是来抢夺圣日耳曼的，不是应该知难而退吗？信长吐槽他不懂战争，当将领发现目标攻不下来的时候，目的就会因此而改变，从占领转变为破坏，屠杀平民，抢夺财物，点燃城池。如果无法操纵贵族，把国家傀儡化，他们就一定会这样做。本来黑王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世界，没法统治的话，就破罐子破摔好了。这就是战争，做好觉悟吧。信长带着枪兵拦在最前方，奥米尔用水晶球给3方传令，黑王恐怖的军队朝他们冲来，枪兵们齐齐举起火枪，紧张地等待信长的命令。在距离足够近之时，砰的一声扣动扳机，火枪齐发，恐怖的散弹瞬间将前排的黑王兵击得粉碎。第一次目睹火枪的威力，不管是敌人还是枪兵都惊呆了。军队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停滞在原地，埋伏在房上的羽衣立刻指挥精灵不断射击敌人中部，给火枪队重新填充火药的机会。随后第2发再一次开火，枪的本质不是贯穿力，也不是射程，火枪的本质是恐惧。当那声音和硝烟一出现时，就一定会有人死亡。一旦了解这个恐怖之处后，军队就再也无法向前踏出半步了。而只要停下了脚步，风九带领的矮人部队从枪兵身后冲向黑王军，武士就会冲进来砍倒一切。由信长所率领的人类火枪队，羽衣率领的精灵弓箭手，风九所率领的矮人族突击部队，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答案。